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中文。好，我今天必须要说，我有回到家的感觉了。成天跟这个两个为什么大陆来的家伙，我终于遇到老乡了。对，而且我们大叔中文真的很少采访来自台湾的老师，没有吧？有一个就是我的学弟 Linux 啊，对，一个男生他对吧？没有女生对吧？对，没有女生，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茶叔量身定制的，量身定做。对，我们邀请到了，哇，太棒了，好老师，这个 Katrina 老师，欢迎。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rina 老师，也可以叫我李老师，我姓李，对，姓李吗？木子李吗？木子李，对。哦，本家，那我就叫你李老师好了。好哦，那我就答应了。那不行好像在叫灿叔。不会，你叫没关系，你叫李老师吧，没关系。好，那 Katrina 老师就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 ，Hello， 大家好，大叔中文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 Katrina 老师，然后我也是一名华语老师，我教中文差不多有14年的时间了。哦，对，14，对，看不出来哈，因为你太年轻了，看不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对，教中文14年了，然后我们很喜欢教中文，特别是我喜欢教学生，就是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口说的方面，所以大部分我的教学内容都是帮助他们提升听力跟口说这样子。OK， 这个我对 Katrina 老师非常的好奇，因为在我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前，我从小就是看 Katrina 老师的视频长大的。从小你不要夸张好不好？从小，然后慢慢的跟他学习呀。因为 Katrina 老师很早就做 YouTube， 我大概做6年。我大概才做6年 YouTube， 我做了大概10年吧，还是11年？哦，那么早？对，早。我很早也刷到过Katrina老师的这个视频。对 Katrina 老师，我想问你，你是一毕业就开始教中文，还是这中间有一段过程？不是我其实跟有一些中文老师蛮像的。我一开始呢是教英文的。那和茶叔一样。对，就一开始教英文，从教小朋友英文开始。我对语言就是非常有兴趣，然后一开始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可以教成人，所以我就先教小朋友英语。大概教了2年3年以后，发现哇，我实在是不适合教小朋友，因为我没有那种太皮了。对，回去我都要发泄一下，打小白兔。对，后来我就试着教成人英语，然后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就是好像生活有一点无聊，我喜欢新鲜感。对，那经过就是那个时候在补习班教英语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他是外国人，他就说Katrina，你会讲英文，你教我中文好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我教你中文，为什么需要教？我不会教，我不会教中文，我只会讲而已。可是那个外国的同事他就很坚持说，没关系嘛，反正你就是当做是免费，就是练习看看。我就试看看，然后试完之后发现，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台湾的同事，他是台湾人，英语老师，他就说现在那个台北有一个师资训练班，2个人报名可以有折扣，要不要一起去那种华语师资训练班？我听到折扣2个字，我就想说心动。对，我就想说又可以拿证照，又可以有另外一个专业，然后又可以打折，多好啊。我就糊里糊涂的参加了，真的是糊里糊涂。对，就参加，然后参加完之后好像发现就也拿到了证照，但是我真的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都是讲理论比较多。对，但是我已经花了钱，然后就是学了这个技能，我就要用，我就觉得我花了钱我就是要用，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抓几个外国人开始教。
哦，那是多久之前？10几年前的事情吗。14年啊，14年前啊，对啊，哇，那 Katrina 老师跟我的过程有点像，我只是没有师资班贪小便宜的这一段过程而已啊。但是我也是从补习班教英文，慢慢变成在这个，所以 Katrina 老师你就直接在网上 YouTube 上面教了吗？我想一下哦，那个时候就是先私底下找外国人教，然后还有那时候在脸书上面就发一些文章，有没有外国人要给我教啊？然后就开始教，然后后来也是教了大概1-2年，2年左右的时间，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学生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对，然后我已经回答到有点烦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再问了。对，我就觉得说，我又要讲解一次，觉得好烦哦。我就心生一个念头，想说，那我要不要做一个影片？对，我那个时候才有做影片的念头，想说，既然大家都问这个问题，我就做一个影片。然后呢，你有这个问题，我就丢给你，不要再烦我了。对，我会太直接。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师开始经营 YouTube 的一个时机了，原因了，因为发现学生学中文的困扰，其实都大同小异，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了哦，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学习语言都有学习动机。那我觉得 Katrina 老师你在学习动机上好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不对？你觉得动机有分内在跟外在，对不对？对，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网络上面的学生联络我，都会告诉我说，老师，我想跟你学习中文，然后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有一些人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在中国找工作，或者是我住在台湾，或者是我的家人，我的另一半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对，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想要赚钱，所以学习中文。然后我在看这些学生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心里就是看我自己啦。我如果看到为了钱而学习中文的，为了赚钱而学习中文，或者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中文的，我会不太想接这个学生。他的动机是比较被动的，是不是？就是比较现实考量的。对，没有内在驱动的，会让我觉得教这个人好像没什么意思。对，我觉得有内在驱动的，我上课也会就是感到很享受，很享受跟学生的那种互动。但是就是只想备考的，就感觉那个课挺枯燥的。那我想先简单了解一下内在的学习动机包括哪些呢？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让学生知道，对不对？我说吗？对啊，对内在动机的话呢，我有学生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中文。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还有学生告诉我说，我觉得中文是很美的语言。我问他哪里美，他说都美。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那个有一些词呢，或者是成语很有意思，他们就觉得很美，很有意思这样子。对。然后有些是我想要了解华人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华人的文化。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的来自这个中国台湾华人的朋友？他说没有，我就想了解。这种没有原因就喜欢的那种感觉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你没有一个原因但你就喜欢，真的还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内在的一个兴趣跟动机。对。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小时候学英文也是这样。对，我以前小时候很讨厌英文，老师为了成绩会打人的。那时候我超讨厌英文老师的。然后后来有一回呢，在我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漂亮有气质的英文老师，然后他说的英文非常好听，我就觉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英语是那么好听的语言啊。然后那个时候让我产生了学习英语的内在动机，我想要跟那个老师一样有气质。好像我现在没啥气质，但是你很有气质，非常有，非常有。我想要跟那个老师一样有气质，英语又说得很漂亮，那就变成了我一个内在动机，是因为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有一个目标啦。对。反过来想想，我现在的学生，他们也是有类似的内在动机，让他们想要学习中文。对。就是觉得中文声调好听，或者是中文歌，有的喜欢中文的戏剧，对不对？所以慢慢变成内在的学习动机。那这种动机比较不容易消散，对不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是他们想成为一种他们目标的人。像我有一个美国学生，他说我一直很羡慕像是中国人、台湾人或任何地区的人，他们至少会说2种语言。对。但是我身为美国人，我只会说英语，因为全世界都国际语言。对，所以我没有感觉我需要学习其他语言。可是当我跟这个国际接触的时候，国际上的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比我厉害。大家都会我的语言，但是我不会他们的语言。我觉得为什么我只会一种语言？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比他厉害？对，他也想要成为多语人士或双语人士。对。这个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啦，就常常有人说美国是最不喜欢学语言的人。应该不是刻板印象吧？因为大家都说都说英语，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没有学另外一个语言，没有动力啊，没有动机，对，没有动力。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卡翠娜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做转换？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容易遇到有外在动机的学生。像我有学生是交了女朋友，他就非得学中文。对。或者是我有的学生要来台湾生活了，对，他非得学中文。所以这个可能都算在外在动机。我觉得居多，虽然是比较不太好的、不太主动的，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我有学生，他以前呢，另一半就是台湾人，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另一半学习中文。但是很不幸的，他们分开了，他现在是单身。但是他还继续跟我学习中文哦。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学呢？因为你的动机已经没有了，你没有那个目的了。他说，虽然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动机学习，可是在过程中我发现了乐趣。对，我就已经喜欢了学习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我多学一个语言，学习中文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是美国人，他觉得他如果跟他朋友说我会讲中文，这是很酷的事情，所以他不想放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从外在动机在过程中变成内在动机了。对，这个我的确也深有所感，因为我有学生，他不是离婚，他是跟女朋友分手，但是后来因为他在台湾生活习惯了，台湾非常方便。那个便利商店啦，买东西旅游都很方便，所以其实他在跟他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他真的喜欢上台湾的生活方式。他甚至在开始学台语。他就是真的已经从刚刚卡翠娜老师说的外在动机，慢慢的，因为他爱上这个环境，他爱上这个地方，他慢慢就变成内在环境，所以他是主动的，很愿意的。他甚至每天强迫自己要把他自己的生活用中文描述，然后拍出来。放在他自己的那个频道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变，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学习动机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对啊，谁知道学一学又有下一个女朋友也是台湾人，要不然是中国人，谁知道呢？对不对？对啊。OK， 那我可以问你们问题吗？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对于就是你们比较喜欢教有内在动机还是外在动机的学生？然后为什么？看谁要回答我。来，嘉宾发问哦，来宾发问了。那个笨叔先来回答，笨叔先经验最丰富。好，我肯定是喜欢教这个有内在动机的，因为
感觉上课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外在动机的，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备考的，备考的话基本上就是想来学一些学习技巧，然后想练习一些真题，然后这种情况都是感觉我在单方面的输出，然后他记笔记啊，或者是他问一些都是跟这道题相关的内容，就是我们上课真的就是感觉很正式的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如果是如果是内在动机的话，就感觉他会向我发问，他会想跟我分享一些很多事情，就是可能我们的那个角色换位了，他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从他的故事、他的经历里边，我得到一些新的信息，我觉得人生有就是这样的不一样的模本，然后他的生活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跟他上一节课之后，就是感觉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愉快的聊天，我只是给他一些辅助，能帮助他能够更顺利的表达出他的想法，所以对，就是这样的课我自己也是特别享受的。我也是，对啊，灿叔呢？我觉得肯定这个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内在动机。对，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最近我也在上小班课，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有点模糊，不是那么清晰。你到底说什么是外在动机，什么是内在动机？有时候像 Katrina 老师说，也可以转变，也可以转换。对，而且内在动机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一开始是比较小一点的，你可以帮它变大。我是这样。因为现在我在做小班课，主要是通过中国的一些故事，讲一些文化，再加上一些自我探索的东西，我会发现我会把学生这些内在的动机给变大来。他因为通过这个被中国的一些本身的东西所吸引了，他对这个更感兴趣了，所以可能会我们觉得我们老师有时候的一个作用，就不仅仅是我们认识到学生到底是外在动机还是内在动机，而是看到他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把它变大来。让他陷在里头，这可能要水平更高的老师肯定更能让学生陷在里头，他会更想去钻研这个文化，钻研这个语言背后的一些东西，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我是觉得。对，其实以我的方式，我也比较认同灿叔说的，因为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是可以转变的，但是我觉得内在动机的学生有时候他会说的很模糊，就像刚刚卡翠娜老师说的，我就是喜欢汉字的结构，我就只喜欢这个诗词之美，我就只喜欢什么什么。那我有学生来了就说他就喜欢那个耽改的，就是对，就小说 Love 的电视剧。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其实对于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可以让他的喜好更具体化一点，这是我的感觉，这也是我上课的模式。比如说有人说我就是喜欢中国的文化，那或许我上课的时候就会多介绍一些不同文化层面的东西，可能是历史，可能是节庆，可能是什么，我希望能够具体化他内在学习动机到底他喜欢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如果他找到了，或许他的动力会更强，他也会了解原来我爱的是这个啊，或者他喜欢的是某个戏剧里的一个男明星，或者是喜欢戏剧里的整个剧情，它涉及到一些东方的一些思维或者是观念，我觉得我会喜欢教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多一点，那是因为我想要探索他所谓的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去探索他的喜好这方面我会特别有兴趣。那如果这个学生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男明星呢，那你的备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就对，我都围绕这个男明星吗？我都可以针对他的爱好，因为我觉得教学相长嘛，因为他的爱好可能不是我的爱好，但是我可以从他的爱好去学习一些我可能不曾接触过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当汉语老师的都有一样的感受，教学生的当下其实我们也在学习，然后学生也在教我们很多想法跟观念，还有他国家的一些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觉得教学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在学习，都在成长。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会迷上这个职业的原因。其实我还发现另外一种学生，就是我接触过的一种学生，就是华裔的学生，就是他们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小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去了美国，有些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姥姥姥爷、外公外婆之类的和他们一起生活，
那个时候在他小时候的这个环境下，语言环境就是纯中文的一个环境，但是慢慢长大，因为接触外面的环境，他自然而然说的是英语，中文可能有些淡忘了，甚至在那个过程中，他其实慢慢的也去上一些华文学校啊之类的，但是他不享受，觉得很无聊，甚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中文已经从他的生活里出去了。对，但是等到一定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想重新把中文捡起来，因为他不纯粹只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可能是想和父母更亲近，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其实是想通过，因为他那一段小时候的回忆是一段中文的回忆，他需要通过这个状态回到过去的一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的一些状态都可以回溯到过往，你通过中文这一个工具回到过往，然后发现自己，探索到自己的一些方面。我其实是接触过几个这样的学生的，我是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也算是内在动机，我是觉得这个很值得探索。所以 Katrina 你有没有教过华裔学生的一些经验？他们有没有什么挑战或者是认同？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小是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他的爷爷奶奶还有他妈妈都是从台湾来的这样子，但是他是因为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他的中文非常不好。然后他小时候是给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呢，很特别的是他会说台语，但是他不会说中文。对，很多这种很正常，对，很多这种对。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曾经送他去华文学校，就是学中文，但是他蛮排斥的，只是应付而已。小时候，但长大以后呢，他又觉得说，第一个是他的工作，他有一些客户是来自中国的，所以他就必须要会说一点中文，跟客户建立一些感情。这样，虽然他有翻译，他其实有翻译的这样子，可是他又觉得说，每次看到客户，他就会想起说，哎，他的背景，他的小时候，又觉得他需要学习中文。所以他就跟我学习，所以一开始他其实是外在动机哦，他跟我一直说是为了工作，是为了客户，对。可是我后来跟他说，好，我可以试着教你工作上的中文。后来我们上课以后，可能是聊得太开心了吧，他就完全忘记他要学工作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会一直离题，而且是他很开心的离题，就是聊我们生活的东西。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我们这样子上1对1的课，然后我收费就是也不低，都在聊天。对，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不开心啊？或者是你要告诉我啊？他说不会，我觉得好好玩哦。对啊，你放心啦，老师，我有翻译啦，我工作有翻译。然后我就说，如果你觉得在课堂上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我离题了不满意，你要回归到正题，学商业的中文，你要告诉我。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他现在已经跟我学了2年多，我们都还没回到正题。但是这种学中文的方式比较自然，对不对？对，可是他有跟我说他进步了，然后而且他对中文是越来越有兴趣的，不是好像为了这个目的去学习。然后虽然我们没有绕着商业中文打转，但是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哎，老师，我跟你讲哦，上次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有听得懂什么什么，我们聊天有聊到，因为他们有时候开会就讲中文，会聊到一些，就是讲到一些俚语啊、俗语、成语那些东西，他就说，我们有聊到我们的讲义有，我回家还去翻讲义，然后他就很开心，对。所以我是有这样的学生，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他会台语，所以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会讲一点台语，对，就是台语跟中文都有，然后学生就觉得特别有家乡感、亲切感吧。对，是的，对，这个也是从外在学习动机转换成内在的一个例子。没错。对，而且我特别觉得是华裔的学生哦，他们
特别长大之后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可能都会有挣扎，都会有思考。所以这方面对于华裔的学生，找到一个好的汉语老师真的是更重要。他可以帮助他不止在语言的方面，还有建立他对身份认同的自信心也很有帮助。对，没错。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可以，好为主了。我怕我问题太多。我本来想问问题的，那没关系，你问好了。你问吧，没事。给你问，让Katrina老师问啊。对，你问。对不起哦，因为我想要问你们，因为你们也是老师，所以想问你们，你们觉得内在动机的学生学的比较快，还是外在动机？哪一个你觉得学的比较快比较好？我自己也会回答，但是我想要听你们的。先让那个Ben叔来。感觉被挑战了。这个肯定是内在动机的，因为我今年刚好去一个商学院教那个大学生课，然后这个大学是一个商学院，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基本上他们去不了更好的学校，然后这个商学院它门槛很低，花钱就可以过来。那这个商学院就是自己设置了中文课，就是学生完全对学中文没有一点动机，一点兴趣也没有。对，然后一共有38个学生，第一节课只来了10个学生，就连上课都没有来。那来的学生呢，也只是为了拿那个就是出勤的分数。对，然后就是来了之后就马上看手机聊天，就是这个简直这一学期我都教的特别的崩溃，因为就是无论你做一些有兴趣的设计，或者是我觉得可能通过文化方面来拓展一下，说不定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他们都因为完全没有动机。我也试图问他，你学中文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你在商学院你想去中国做生意啊做贸易什么的，他们也完全没有想法。所以等于说这一学期我都在想办法，就在教他们考试的内容，就已经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上课了，只是说想让他们真的能学一点点。如果他们学了一点，我就可以让他们在考试中能拿到更多的分数。其实这个我一会儿也想问一下 Katrina 老师还有茶叔灿叔，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设计啊，或者是能调动学生的兴趣的方法，能让这类学生也能够愿意真的去学习？就首先我回答笨叔这个问题，我觉得笨叔已经有答案了吗？灿叔已经有答案了。不是，我不是说我有一个感觉，我感觉需要做一个界定。其实我觉得笨叔这些学生，他们都甚至没有什么外在的动力，他其实只是因为学校让他学，他可能会修个学分之类。对，你的例子是没有学习动机，不是内在外在。对，彻底完全没有学习动力。没有学习动力。其实我是这样看的，当然可能你有一个内在动力，你想学好，就是这个想法更强烈一些，可能是会学得更好一点。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一定的这个目的性，你会有一定的计划性，反倒你可能在短期内能达到你的目的。这个东西是这样，比如说你想考试考过去，那你就需要针对性的一些练习。那其实在短期内你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你相对的一个目标。但比如说我是一个内在动力，我就是想把我中文练好，然后我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这个东西很宽泛。你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目标呢？其实你不知道这个时间需要多久。所以我说很难界定，就是到底谁学得更好。对啊，在某个阶段，可能甚至我觉得就是外在动力的人，因为他目标比较直接具体，他可能学得更快。但是可能到一定程度，他觉得对他而言他就够了。那么说实话，他的本来就是一个实用性的目的，那对他而言，我觉得我们也恭喜这种类型的学生，他就行了。但其实我本人是更愿意去教有些内在动力的这些学生的。我是更喜欢把这些文化啊，还自我探索的东西加进去的。要是喜欢这种课程的人，我觉得他的中文的这个最终能达到的这个程度，我觉得会比很多人更宽广一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内在学习动力跟外在学习动力的学生，外在学习动力并不会说学得不好，因为他的动力在当下是很有强制性的。他可能就会学得很好。我只能说，
有外在学习动机的学生可能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大陆叫过山车嘛，就是会起起伏伏的那种波动会很大，如果那个动机消失了，他可能就完全不学了，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会更建议学生同时保有内在跟外在的学习动机，可能他对中华文化跟学习语言中文就已经有兴趣了，那可能他又同时交了一个女朋友是母语者，那这种双向的 double 的这种影响力，我觉得他学习语言起来，你像那个何威就是嘛，他自己有自己的内在动力，甚至他是学医的，他也很有系统，很有自己的方法来学习中文。那外在动力就是他有一个中国女朋友，对，就更加强了他学习中文的能力，每天都用这个中文跟他女朋友吵架都那个拌嘴了，中文进步得多快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想要学习中文，你能够兼具内外在学习动机，那是更好的事情。对，我自己觉得灿叔说的还蛮好的，就是有一段我认为，外在学习动机的人，他就像短跑一样，他比较适合短跑。对，要有一段时间，你不能无时间限制，就是外在动机，它就是要有一个终点，就是这段时间我冲，我认真，然后冲完之后可能就没有了。你如果需要外在动机的学生继续学习下去的话，你要把他的外在可能转成内在才可以持续。那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有一点像是马拉松，他或许不需要一个终点线，他就是喜欢，他不要有终点线，他可能这辈子都要学习。就像我觉得我这辈子我都想要继续学习英文，就是对，所以内在动机的话，有点像是在跑马拉松，他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他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终点，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刚刚灿叔讲的就是外在动机的学生，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所以他们的成果是需要被量化的，就是你看得到那个量化的成果，比方说考试几分，有没有过什么考试，通过什么考试，它是有量化的。但是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因为他们只是单纯很喜欢这个语言去学习，他们没有考试或者是其他的认证，所以他们的进步是有时候很难被量化的。对，那有道理。因为很难被量化，所以我有一些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他学了3-5年之后，他发现他的进步没有被量化，他觉得很奇怪。我到底有没有进步啊？对，你说我有进步，可是是真的吗？还是你在安慰我？有时候学生会说，老师你是不是在安慰我啊？我都学了3-5年，可是我还是看不懂100%电视剧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学了3-5年之后，有时候会需要一些量化的成果。对，所以有时候我学了3-5年的学生会告诉我，老师突然告诉我说，老师我要去考试对，我会觉得怎么那么突然怎么那么突然会耶，真的会耶。我最近有很多学生，他也跟我学了蛮多年的，他们最近不约而同的问老师，你觉得我发音哪里要改变？我觉得我最近突然想要，就像卡翠娜老师说，量化我的成果出来。对，之前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突然学了3年4年，他就真的想要知道他具体学习的成果了。对，这个也是我们老师必须要随时为学生思考的部分，就是他的量化，我们怎么把它具体化、数字化出来。对，我也一个学生，其实甚至你们都认识的，给咱们做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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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Tabby，他有时候叫 Tabby， 也叫 Teddy， 叫 Teddy， 随便。他之前学中文的时候是因为兴趣，他学了很久，但是上个月的时候突然给我说，老师，我想跟你上一节课。我说那你来，然后就上一节私教课。他说他现在正在准备 HSK 5级的考试，他想就是看一下里面不是有描述部分嘛，还有复述那个部分。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突然就开始弄这个了？他说他觉得就是想看一下自己到什么水平了，因为之前其实学了很久，自己知道自己在成长，但是不知道自己成长到哪一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学习中文者，
我觉得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就是你要看到自己进步，很多时候可能要拆分一些目标可能会比较好。就是我在这个阶段内我要达到什么一个目标，可能的话，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回馈反馈，对，一个正向的反馈，没有的话其实你很难完全的一直凭借爱好而坚持下去这个东西。对，因为你不晓得自己进步到哪里，甚至遇到瓶颈，你遇到一个学习的高原期，所以你甚至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即使你是内在的学习动机的学生。所以不管内在外在，我觉得人都是需要肯定的。所以汉语老师怎么把学生的学习的成就或者是学习的能力，如何让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具体化或数字化，我觉得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对啊，对。所以当学生啊，好深入继续。我觉得，所以当学生内在动机的学生问我说：“老师，你不要安慰我，你说实话，我到底有没有进步？”的时候，我不能只是空泛的跟学生说啊，你真的有进步，不行，我要拿证据，我要拿出证据。我会说，我就会跟学生说，我觉得你有进步，是因为 A、B、C 什么什么原因。首先，我觉得你的句子结构更清晰了。比方说，你说这个句子的时候，你现在说得出来的，可是我觉得半年前你还说不出这个句子。你要拿出证据来，那个证据就是让学生相信他是有进步的一个成果，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数字量化，没关系，但是我们证据要拿出来给学生，告诉学生说你是真的有进步。那当然不要骗学生啦，就如果没有的话就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当老师的很喜欢给学生一个假象，你说的你真的进步，但是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学生他会希望老师提出具体的证据。你像我甚至我手边都有一个中文的评量，它可能包括听说读写的一些题目，我也会用这个题目，如果学生有这样的质疑或想法，我甚至会跟他一堂课就是上这个评量，让他知道他的能力是可以做出这些评量的，然后让他具体的确通过了这个评量而产生对自己的自信心跟对中文的肯定。对，你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是在大陆这边，我可能在国外也有有些幼儿园他的一个班级里头有大孩子也有小孩子。对，就是大孩子可能带小孩子，小孩子其实也喜欢和大孩子玩，互相促进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其实我在上小班课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是基本上只要你过了 HSK 3级以上能用中文表达，我都觉得你都可以来上我的课。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学生们在上小班课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水平不够好的学生，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你看那些比我水平高的人已经能说到这份上了，他已经能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这些东西了，那他就是可以以这么东西作为目标。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作为中文老师需要给学生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这种有时候相对一个竞争式的，然后一个小团体式的这种东西很能促进他，让他对自己的目标是有一个清晰的东西的。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爸爸嘛，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如字写的不好，那字写的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他得自己心里明白最终效果是怎么样子的。你知道这个效果是什么样，最终能达到什么一个状态，你才能往那边去走。你假如不知道最终效果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说你好好写认真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比如说在一个小班课里头，有些学生同样我让他说同样的东西，有些学生能说到这一个状态，他就知道我可能努力再加油一下，后面再多学些东西，我也能像他那样子能达到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效果。对，小班很好用。对，我现在也很喜欢上小班课，而且学生喜欢自己有一个典范在前面去学习，这就是刚刚灿叔说的目标性。像练字的时候会有一个练字本习字本，那现在的学生很喜欢拿那个合威当目标，也是让自己的学习动机增强很多。因为有一个人也是外国人可以把中文学那么好，大家就把他当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学习动机说得太理想化，内在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不管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他们都需要有目标，有一个典范在那里去学习。对，
我问一下 Katrina 老师好了，因为不管你是内在学习动机或外在学习动机，我觉得学习中文本来就会遇到一定的问题。比如我举个例子，语调，中文的语调算是最难的。对，所以 Katrina 老师，你觉得对学习语调上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让学生觉得语调是不是那么难的事情？要让，因为我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西方人士，就是美国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语言是没有语调的。如果单纯跟他们说语调没有那么难，他一定会觉得你在唬他，你在骗他，你在唬烂，你在唬烂，对对对，所以你不能只是很空泛的跟他说，哦，这个不难，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是，首先我要有同理心，理解学生说，对，我知道这个很难。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语言学习者，我也学过英语。我说每一个语言都有它困难的地方，像我学习你们的语言的时候，我也经历很多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你说要学习一个东西完全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同理你，但是我也跟你解释说，如果今天中文不困难的话，你学会中文就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了嘛？对嘛？如果中文是一个很容易的语言，大家都能学会的话，那你学会也没啥了不起的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就是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啦。然后关于语调的部分的话呢，声调的部分，我跟一般的老师一样，其实都是用一些大家比较标准的方法，比方说妈妈妈妈这样练习，或者是用比较常用的词跟他们做这个声调的组合练习。其实 Katrina 老师，我有看过你一个视频，非常有趣，是跟一个外国人一起聊的。我的学生一梦吗？对，他，对，一梦也是我的学生哦。就是他介绍我来的，他叫我来的，是一梦叫我来的。是，我想起来。他跟 Katrina 老师聊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就是提倡类似肌肉记忆法的那种东西，比如说他要怎么练习3声加2声这种语调，然后他就特别钟爱选择这个词，他一定要把它发好，他就选择，然后他就把所有这种3声加2声的就把它训练成一种肌肉记忆、口腔记忆的感觉。所以像美国选择，你就不会念成美国，不会这样念。所以我觉得这个 Katrina 跟这个一梦是不是？对，我觉得你们两个聊这个，你们两个聊这个方法太好了。然后你们两个在一个视频又聊到，就是除了通过肌肉记忆之外，还通过自己的爱好，比如说那个一梦喜欢打篮球。女生喜欢打篮球，那所以他就用生活上喜欢的东西，篮球，他要怎么发2声加2声篮球，他就把这个音调给记起来，而且篮球是他每天会接触的东西，他就很自然而然的把这种腔调的肌肉记忆记起来。我觉得 Katrina 老师跟这个学生聊这个，我觉得太有用了。你真的有看我好感动哦！那个影片还蛮长的你想哭了吗？我有看，很仔细看我很仔细，因为我对这个理论很着迷，我觉得这个理论说的太好了，因为你要一直用理论的方法跟学生说，你就这样发就好了，把它背起来，这个声调把它背起来，学生背不起来，因为他平常生活不是每天用中文，所以你只能我很喜欢访问我现在成功的学生，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访问现在成功的学生，然后分享他经历过的什么困难。比方说，大家声调都是有困难，对不对？对。我是一个中文母语者，我觉得我教声调，虽然我会教，但是没有说服力，因为学生会觉得你又没有学过。对，这就是你的母语啊！你就是照着课本上面这样教声调，你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找出一个我自己的学生，他是经历过所有人经历过的困难，然后他克服了，他成功了，他出来现身说法，鼓励其他的同学，我觉得这非常有用。而且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老师自己在教声调或者是任何，比方说发音、声调、语法，我们教的，老实说，我们母语人士能够教的一些方法，我自己觉得是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今天是学习者，他克服了一个困难，然后他去教
怎么学习声调，它的切入点会跟我们很不一样。对，我就喜欢找那些已经克服困难的学生，然后他用他的切入点，母语英语人士的切入点去谈怎么学习中文。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事情，对，所以我才把它放在我的 YouTube 上面。这个就是聊到说服力的问题，我非常认同 Katrina 老师，就是我们是母语者，我们没有经历那段痛苦的学习过程，对，就像英文母语者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学英文的痛苦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像我看到那个学生一梦，他发选择，对，天哪，我心里想 what？ 他发的就跟母语者一样好听，选择而且我可以作证啊，一梦的中文的声调发音整体非常好，真的。我一听到他发选择，我真的吓呆了，怎么这么标准？那个择是最难发的，他发的很准，所以我完全可以信服他的这种肌肉记忆的方法是真的很有效。然后用你的爱好去记忆词汇，你不会忘记，甚至进入你的长期记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认为学习中文还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更轻松，或者让你觉得更容易记住的方法。那各位同学在学习语言就要尽量的去多看。我认同 Katrina 老师，你不要只听我们老师说，有时候可以听成功的学习者怎么说，这个也很重要。对，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跟 Katrina 老师聊这个内外在学习动机，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哦。因为学生各种各样，那每个学生遇到的困难也不同，动机是很重要的，当然学习目标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给大家不少的收获。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 Katrina 老师，哇，我们学习到，很高兴认识你们，真的学习到非常多，真的。我们中文老师之间也要互相切磋，互相讨教一下，也蛮好。是的，而且Katrina老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他是带着问题来的。对，自带问题的老师我们最受欢迎了啊！对，哦，我还怕我问题太多嘞。不，我们喜欢，我们一看三个人就特别爱说话，你问问题刚好正中下怀，回答问题。太好了。对，然后今天我们真的也聊得非常愉快，也很深入。我们下次真的再邀请 Katrina 了。那个之前的嘉宾都是我随口说的，这次我是你会得罪很多人。这次我认，不要一开口这次我很认真，我下次一定要邀请 Katrina 老师再来，我们多聊聊一些教中文的一些事情。好的，那我跟同学们说再见喽。再见，好的，拜拜。拜拜。